韩剧死期将至，为了减少韩国的自杀率，真是不遗余力。竟有人胆敢贬低，把死亡当作结束痛苦的途径。于是韩国的死神决定让自杀的男主角体验12种死亡方式，以此教育那些不珍惜生命的人。回到7年前，崔怡在希望在毕业前能找到好工作，智秀是他的伴侣，自然希望他一切顺心。崔怡在下定决心要通过泰康集团的面试。这时，一个绝望的韩国男子选择在街上自杀。不巧的是，被撞到崔怡在面前，吓得崔怡在魂飞魄散，这影响了崔怡在的面试，被死亡的恐惧所困扰，表现不佳，崔怡在自然被淘汰。接二连三的不幸，此后崔怡在一蹶不振，待业长达7年，加上学生贷款，开始过上负债的艰苦生活，没有固定工作，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。毕业即失业，年轻时就陷入人生的低谷。为了生存，崔怡在一直很努力，但社会竞争太激烈，崔怡在对未来感到越来越不确定，越发感到恐惧。他不断寻找工作，但面试屡屡被拒，只好边打工边考取各种证书，努力提升自己。最后，他再次参加泰康集团的面试。他原本以为积累无数打工经验和各种证书，至少能让人觉得他很努力、很自律。可惜面试官并没有这么看，他其实是在用努力这个词讽刺崔怡在，因为没有背景和才华，只能靠辛苦劳作为生，就像是嘲笑骆驼祥子的努力。情况真的很糟。不久前，一个朋友劝崔怡在投资新股票，希望能改善崔怡在的财务困境，同时攒钱准备和女友结婚。结果那朋友不可靠，带着钱跑了，崔怡在7年的积蓄就这么没了，全泡汤了。他感到绝望、愤怒又后悔，但投资本来就有风险，钱已经追不回来了。他去找女友智秀，却发现有人给他送花。7年之痒，自己又穷又倒霉，智秀还在善意帮助他。崔怡在不想再拖累他，觉得自己无法给他希望的未来。崔怡在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，但还是改变不了命运，最后决定和智秀分手，彻底断绝关系，结束了7年的感情。崔怡在非常伤心，还在倾盆大雨中，因为没交房租被赶出公寓，面试也失败了，这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崔怡在觉得自己一生都是失败的，决定了结生命，结束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，还自嘲没能帮母校提高就业率，真是为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韩国做了点贡献，贡献了一点点。临终前他认为死亡不过是结束痛苦的一种简单方式，他想的倒是挺乐观，决定了一了百了，忘了自己的死会让单亲妈妈和智秀多伤心。死神代表着死亡，对崔怡在那些不当的言论和他对生死的不敬感到愤怒。这里不是地狱，而是死神执行惩罚的地方。崔怡在对死神说的不敬的话得受到惩罚，应该给他什么惩罚好呢？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死亡，就让你再体验12次死亡，看看你到底怕不怕。也提醒了崔怡在，他将会穿越到即将死去之人的身体里，能否生存全看崔怡在的本事。开始时，崔怡在换了新身体，身处一架飞机上，飞机陷入雷雨和乱流中，知道自己可能会死。崔怡在马上带上救生圈，做好准备。空姐怎么说都没用，崔怡在就是不信。直到真的安全了，崔怡在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发现这飞机真是太豪华了。接着他发现的记忆晶体告诉他，他所在的身体是朴正泰的。朴正泰33岁，泰康财团的2少爷，从小接受精英教育，过着奢华的贵族生活。他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他的哥哥朴泰宇，也是在面试中嘲笑崔怡在的那个人。不过这位2少爷表现得很不错，爸爸非常看重他，所以被定为财团未来的接班人。崔怡在笑了，这不正是他梦想的生活吗？既然来了，就安心接受吧，那我就努力成为人生赢家吧。结果还没高兴2秒，飞机引擎突然起火了，很明显是被哥哥暗地里搞的鬼，情况非常紧急。崔怡在急忙系好安全带，下一刻，飞机的助理们全都飞了出去。随着飞机爆炸，崔怡在成了活炸弹。崔怡再也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条命，虽然很恐怖，但感觉就像在玩游戏。桌上散落的11颗子弹和一旁的计时器，表示崔怡在还有11次机会，每开1枪，崔怡在的挑战就会开始。之前的记忆芯片能给崔怡在提供游戏内的记忆和能力，因为难度极高，崔怡在的命运全看自己的选择。如果全都失败，崔怡在就得下地狱，遭受无尽的折磨。死神也给了他一次机会，如果能成功一命通关，就能安享晚年，或许就能免去下地狱的命运。到时候会有一个心软的神来审判，而不是我。不多说了，第2轮挑战开始。崔怡在醒来时发现自己在自由落体中，而且连降落伞都没有，真是一场生死落体秀。看到摄像师就冲上去喊救命，崔怡在很快就明白了，
他现在身处一位极限运动员之中，每天都在生死边缘试探。这次是为了挑战自我极限，决定只用5把伞尝试着落到安全网。如果成功，将赢得30亿韩元的大奖。为了吸引观众，节目组还决定全球直播。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挑战。随着技能的展现，崔怡在越来越大胆，逐步掌握了平衡，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落体。直播吸引了17%的高收视率，如果收视率突破25%，公司将全员带薪休假。崔怡在定位了安全网，迅速向目标接近，观众的观看体验空前绝伦，全球观众屏息以待。但崔怡在突然急速下坠，结果不幸身亡，全球观众都惊呆了，呆若木鸡地看着。崔怡在抱怨不已，自由落体不带降落伞真是太冒险了。死神讥讽地说，你自己不是也一样，两者没什么不同。崔怡在虽然抱怨游戏太难，但死神说这没办法，这是对你的惩罚。死神提醒崔怡在，他犯了一些错误，惹怒了神灵，所以必须自己找到答案，否则逃不过这场劫难。崔怡在选择自杀，因为对生活绝望了，看不见未来的希望。他的一生如同在冰上行走，从未伤害过任何人，他又有什么错？死神却让他再想想，你真的没有伤害过谁吗？说完便让崔怡再开始了第3轮游戏。这次他穿越成了一个学生，学生叫做贺秀，17岁，也是单亲家庭，和他一样，生活艰难。在学校里，他是被霸凌的对象，每天都承受着难以描述的痛苦，却不敢告诉妈妈，怕妈妈承受不了。他曾试图用跳楼来威胁欺负他的小李，但被无视了。死亡似乎是唯一的出路，在死前还得交出1盒牛奶。和崔怡在的境遇如出一辙，留下遗书打算今天结束生命，但崔怡在被惩罚不能自杀，只能设法存活下去，于是带着怨恨开始反击。虽然霸凌者身体弱小，霸凌者实际上也不强，直到一个高个子出现，瘦弱的身体难以抵抗，体育馆几乎成了霸凌的标准场所。难道不能安装线、摄像头之类的进行管理吗？令崔怡在意外的是，那个强壮的大个竟然也怕打不过小李，肯定有内幕。但不管在哪里，强者总是有优先的配偶选择权。放学后，崔怡再去了附身的贺秀家，自然而然地开始回想起，我和妈妈都是单身家庭，这正是死神想提醒他的。他伤害了谁？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，虽然希望孩子富贵荣华，但更重要的是一生平安是最根本的。崔怡在毕竟是个成年人，很快就找到了对付霸凌的办法。他故意接近那个高大的家伙，问他明明这么强，为什么要屈服于人？打听之后才知道，原来他是依靠校园里的恶霸，所以那个大家伙才会害怕小李背后的人。了解清楚后，崔怡在选择在人多的食堂里反击小李，本想让那大个去追，但被拒绝了，因为崔怡在和大个已经商量好，他不能动手。于是小李很快就成了全校的笑柄。果然，小李去找校霸求助，告诉他自己被欺负了。校霸立刻赶来帮忙，大个开始慌了，但崔怡再让他先别急，告诉他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校霸一来就直奔大个，质问是不是他干的。结果小李被指认，原来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崔怡在。众人纷纷议论，结果都是来找茬的。小李觉得非常没面子，校霸开始责骂小李，现在连这种人都打不过，彻底和没用的小李划清界限，然后离开了。崔怡在深知高中生多在意面子，所以小李丢脸的行为注定被遗弃。靠山倒了，大哥和崔怡在对小李束手束脚，以前的嚣张现在变成了悲凉，连择偶的优先权也没了。小李的处境一落千丈，内心开始扭曲。崔怡在差点在路口被火车撞，好在没事。下一秒，崔怡在被小李从后面偷袭，终于急中生智的小李当街杀了崔怡在。崔怡在万万没想到小李会杀他，怀疑死神在背后捣鬼，故意这么做。但死神表示根本不屑这样做，这只是人类互相残杀的常态而已。很快，第4轮一命通关开始，崔怡在一醒来就被蒙头绑起来了，显然他正受到黑帮的审问。他们先用水刑折磨崔怡在，然后追问他那些钱和女人的下落。没有记忆晶体的帮助，崔怡在怎么可能知道？只能求饶，说再给他点时间就能想起来。在危机关头，记忆晶体终于来到。这一次，崔怡在附身在杀手李柱勋的身上，一个样样通的职业杀手，为全世界的客户执行调查和暗杀任务。因为看上了一个美女，他孤身一人冒险去救那位美女，并偷走了老板的100亿韩元。在逃离时被老板的人抓到，崔怡在来不及多想，只能依靠自己超强的能力进行反击。这个身体真的很强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众人。崔怡在感觉自己像是在拍电影，这种危险的工作，什么时候死都很正常。再次想起这男人偷的100亿和女人，决定先把那些拿到手再说。发现这人不但武功厉害，连开车技术都惊人。不过得罪了韩国最大的黑帮，所以很快
崔姨在身上就被悬赏了20亿。一眨眼，崔姨在被众人围追堵截，大家都想拿那20亿拼命追她。面对着疯狂的追击，崔姨在依靠摩托车灵活逃生，但是摩托党的追击还是没停，被四面八方围堵。崔姨在只好走小路，最后甚至冲进了商场，最终在中心被围困，逃到了狭窄的电梯里，但最后还是在屋顶被围困。崔姨在觉得反正无路可走，不如一搏，骑着摩托车直接跳进了旁边大楼的游泳池，这样暂时逃过了追杀，最后到了和女孩约好的地方。崔姨在看出这人真心喜欢的女人，女人问起藏钱的地方，崔姨在正要说话，就在船上，旁边的女人突然开枪射杀了崔姨在，最终落在了那个坏女人手里。崔姨在气得大骂：“你可以为了钱去死，那女人也只是为了钱才杀你。”崔姨在庆幸，藏钱的地方只有她自己知道，就像知道游戏里的秘密一样，下次玩游戏就不会那么苦了。随后第5轮游戏开始，结果崔姨在一睁眼就成了囚犯，这样一来，100亿的宝藏就泡汤了。宝藏就泡汤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恶意袭击，崔姨在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她打听到4天后就能出狱，真是太幸运了。身边的小弟提醒她得收敛脾气，否则要是被心理变态的杀人犯杀了怎么办？原来那个所谓的杀人犯就是杀害同学的小李，是为了给贺秀报仇，一见面就揍了小李一顿。随着记忆的恢复，这次崔姨在进入了一个拳击手的身体。这个男人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格斗家，但因为家里穷，最后只好放弃。看着母亲被高利贷折磨，最后决定替人顶替车祸事故，来赚取2亿的费用。不幸的是，被撞的人没能救回来，因此崔姨在的计划失败了，被迫入狱。2年后，要求对方支付高达10亿韩元的赔偿。既然你这么执着于法律，那就注定要死。回到了监狱，原来小李一进监狱就宣称自己是个嗜血的疯子，通过这种方式让别人不敢惹他。但崔姨在知道这只是虚张声势，所以当众狠狠地教训了小李一顿，把他打得服服帖帖，并且把他之前杀害同学的事情公之于众。这样一来，被他欺骗的狱友也对他进行了报复。看来崔姨在附体的这个拳击手在这个房间是老大，所以这里的人都很听他的。犯人对犯人，说到犯了错就得接受惩罚，囚犯的话意外的有说服力，就好像是死神对他说的那样。在工作的时候，有狱友企图暗杀崔姨在，但没成功，结果反而是动手的人自己受了重伤。这其实不是偶然，因为崔姨在之前威胁了律师，律师因此收买了他。没想到监狱里的拳击手不能出狱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崔姨在的身体异常强悍，加上之前杀手的记忆，把所有人都打趴下了。虽然小弟先跑了，但还是拿着武器慢慢赶来。随后小弟说他后悔每一天都来监狱，崔姨在也一直在后悔，毁了自己的人生，就像被关进名叫死亡的监狱。到了夜晚，单纯的小李还想偷袭，不过崔姨在早有防备，所以没让他得逞。虽然很想直接干掉他，但记得死神不让他杀人，于是故意提起小李在学校的往事，说自己能看到阴阳，警告说贺秀不会放过他，让他生不如死才是真正的惩罚。出狱后，小弟跟律师一起走了。崔姨在一看到委托人和后面的车子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上车后表示自己已经改过自新，不想要那笔钱了，毕竟可能会因此再次丧命。再加上自己手头还有100亿，实在不缺那点小钱，所以崔姨在直接前往宝藏地点，挖到了100亿韩元。刚出狱就这么富，真是又好又坏。崔姨在抱怨不管有没有钱，麻烦总是不断。休息时，崔姨在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还收到了拳击手母亲的问候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最后内疚使他决定回家看看母亲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崔姨再把钱分成了2部分，把一部分存进了4天期限的储物柜，带着另一半去探望生病的母亲。很明显有人在跟踪他，崔姨在很快就遭到了背后的袭击。出手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车祸中女孩的父亲。那个撞死他女儿的人因为是未成年，只判了2年。既然法律帮不了他的女儿，那就由父亲来主持正义。崔姨在对此感到很抱歉，也告诉那位大叔他不是真正的肇事者。周围有动静，大叔先撤离了。崔姨在没想到的是，第二个来的是要杀他的小弟。之前在监狱里因为害怕他而忍气吞声，所谓的后悔仅仅是因为犯罪不够完美，现在为了那1亿韩元的委托金来杀他。崔姨在还没来得及说包里有钱，就遭受了致命的一击，最终没能实现和母亲见面的愿望。是的，想为孩子复仇的父母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但崔姨在的母亲该向谁复仇呢？毕竟崔姨在是自杀的。想要拿回钱的崔姨在急忙开始了第6轮游戏，结果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个婴儿，这下子拿不到那笔钱了，于是大声哭了起来。宝宝的哭声引来了周围人的关注和窃窃私语。
这让刚从洗手间回来的母亲感到非常尴尬。显然，母亲有些产后情绪，但大多数人不会对孩子这么严厉。爸爸看上去还挺和蔼的，但他给崔姨在喂的是过期奶粉，还有那些恐吓，这就能看出，这对夫妻真的不适合养孩子，不然也不会有人举报他们虐待儿童。接着，爸爸称自己在儿童保健院工作，这样糊弄过去了。崔姨再感觉不妙，试图通过哭声留住人，但没有人理会。然后，崔姨再被亲生母亲掐死了。至于为什么没有记忆，因为婴儿本来就记忆不多。崔姨在这才明白什么是无良父母，也明白了，不是所有事情都理所应当。死神警告崔姨在不要杀人，否则他会介入。崔姨在很快开始了第7轮游戏，虽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但存物柜的期限快到了，所以迅速前往存款地点，取出了钱。这次他来到了一个模特的身体里，凭借那张帅气的脸庞，从小就拥有了优先的择偶权，后来顺利成为模特，过上了安逸的日子。这显然是崔姨在羡慕的一种生活。后来发现虐待他的父母因罪被捕，活该。接着被朋友叫去酒吧喝酒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事，正好趁机解解愁。这个男人的体质真不耐喝，喝得很快就醉了，所以见到泰康集团的朴正泰，感觉还挺熟悉的。第二天因为亲戚要去美国1周，所以把崔姨再叫到咖啡馆帮忙，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女朋友智秀那个作家。又回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，智秀是作家，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写作。他最近写的《致未来的你》小说赢得了大奖。在接受采访时，智秀最感激的人是崔姨在，是他给了他勇气和支持。当天给他的钱，可能就是智秀得到的奖金。崔姨在从小说里知道的，小说里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，展现给读者看。所以书中有很多关于崔姨在和智秀的感情故事。他们曾约定永远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但崔姨在因为种种不顺和经济问题，忘了那份深刻的约定和感情。正如他自己说的，说男人因爱放手全是骗人的，男人可以为爱女人赴汤蹈火，但永远不会放手。所以崔姨在感到非常愧疚和伤心。自从智秀决定成为作家后，崔姨在还送了他一支刻着作家智秀的钢笔，只是没机会亲手交给他。之后崔姨在主动去接近智秀，以一个粉丝的身份向智秀讲述自己的死里逃生故事。其实他的日子不多了。这个故事是根据热门漫画改编的，因为这些都是崔姨在亲身经历的事，所以讲起来格外真实。那支钢笔是崔姨在事后由母亲交给智秀的。当智秀问起崔姨在的故事，为什么没有去看望我的母亲，崔姨在说是因为怕见面会更心痛。那天正好下雨，崔姨在就送了智秀一把红伞。后来听说咖啡厅的常客出了车祸，崔姨在误以为是智秀出事了，然后急忙赶到现场，但那个人并不是智秀，而是别的客人。智秀看到崔姨在这么激动，自己也回想起了曾经的伤心。智秀很想念那些死而复生的故事。崔姨在看自己墓碑和回忆的时候，偶然遇到了一直思念却又愧疚的母亲，更加明白母亲因为她的死感到多么的悲伤和痛苦，因此悲痛欲绝，深感后悔。崔姨在想要弥补母亲，以匿名朋友的身份悄悄留下了那笔钱给母亲，自己则在回家路上意外死亡。只是开个玩笑，那只是崔姨在的一场噩梦，毕竟死的次数太多了，在梦里死去也就不奇怪了。有一天智秀对崔姨在说，希望这个故事能有个好结局，因为主角实在太可怜了，即使能通过别人复活，但总是活在恐惧中，恐惧中的生活不算真正的生活，人只有做自己才能最幸福，否则大概也没什么意义。这么说来，卷锁听了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崔姨在随后说，其实他就是那个一死再死的人，而他的第一世就是崔姨在。这个崔姨在对于亏欠女友的感情和期望感到万分悔恨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他们遭遇了致命的车祸，撞到人的正是泰康集团的大少爷朴正泰。这起事故并非蓄意，而是因吸毒导致的结果。回想起来，崔姨在突然记起朴泰宇就是他杀的人，现在又害死了自己和心爱的智秀，这仇恨简直无法共存。一怒之下，正在直播的胖哥们声称他们抓到了杀人魔，决定将其公之于众，作为正义的制裁。紧接着出现了一个杀了15人的连环杀手，轻而易举地干掉了博主康哥们。就这个杀人魔并非出于同情，而是想把他带回自己的游乐园，一边杀害他，一边创作变态艺术。与此同时，崔姨在因为智秀之死而痛苦万分，愤世嫉俗，直接对着把他玩弄的死神开枪。但死神怎么可能被杀死呢？死神提醒崔姨在，想杀人，死神肯定会介入，但为了给智秀报仇，即使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又怎样？于是崔姨在迅速开启了第8轮游戏。没错，崔姨在附身的竟是那个连环杀手。
这男人从小就擅长画画，可惜这种天赐无人赏识。有一天，他亲眼见到一场死亡，这一幕震撼人心，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恶魔，从此开始猎杀人类，创作出扭曲的画作。相较之前，他的画作现在都能卖出高价，这让他彻底走上了不归路。崔一在回想这些记忆后，对这次的身份感到极度厌恶，但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用这双恶魔之手消灭另一个恶魔，以安抚赤秀的在天之灵。实际上，泰康集团的大少爷虽然总是引发事故，但他和杀人魔一样，内心同样充满了嗜血。崔一在先赶到事故现场，收集所有证据，知道大少爷事后，让手下顶罪，替自己抗下所有责任。崔一再带着武器去泰康集团，但却无法进入。与此同时，大少爷正在被公开测试是否心理畸形，很明显这是有人故意安排的。崔一突然在路边晕倒，这时才知道杀人魔患有脑瘤，他最多只能再活1个月。崔一在听后非常高兴，觉得这正是一箭双雕的好机会，就算自己再死一次也无所谓。不久，崔一在得知大少爷想买他的画，崔一在本不想卖画，但为了接近大少爷，他答应将画卖给他，条件是必须亲自送画过去，还特意邀请大少爷到自己家做客，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作品。泰康集团的董事长，也就是大少爷的爸爸，对二少爷的去世耿耿于怀，非常在意，所以大少爷心情很糟糕。只有二少爷知道，大少爷从小就特别残忍。为了发现，大少爷经常嗑药飙车，恰好遇到了一个胆小的老警察和一个热血的年轻警察。经过一番疯狂的追车，大少爷被逼入死胡同。本来只需开个罚单，直到年轻警察怀疑大少爷吸毒，要求进行检查，结果大少爷一通电话，差点让年轻警察失去工作。胆小的老警察也只能无奈地看着，被大少爷侮辱，还被称赞是个懂道理的马屁精。与此同时，崔一已经在大少爷家里等着，没聊几句，崔一就开始挑衅并殴打大少爷。气急败坏的大少爷意识到打不过，直接从车里拿出枪来。崔一被打倒在地，崔一穿着防弹衣并未受伤，于是狂飙车逃离，途中不停地挑衅大少爷，最后按计划把大少爷带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大少爷一听说要被肢解，浑身发抖，结果刚一回家，崔一因脑瘤突然昏迷。等到他醒来时，崔一被大少爷绑起来反抗江义军。之前的颤抖其实是因为太兴奋了，这一切都起因于一场意外的车祸。那场车祸彻底改变了崔一的命运。大少爷从死者的表情看出，自己仿佛是被崇拜的神明，从此无法自拔。因为崔一从不求饶，最终被大少爷残忍杀害。这可能是崔一遭受的最痛苦的一次折磨，但崔一却在痛苦中大笑。原来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。他甚至不惜被人肢解，就是要在死神的游戏中赢得胜利，计划将大少爷绳之以法。于是第9次移民游戏开始了，这次他转移到了一个胆小的警察身上。面对这种胆小的行为，连小警察自己都受不了。他的父亲曾是警察，他从小崇拜父亲，所以长大后也成了警察，但这让他母亲非常担心，因此他承诺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以自己的生命为最优先。结果他变成了一个胆小的警察，被同事看不起。最近他的母亲去世了，他才意识到一个人的本质不是看你怎么想，而是看你做了什么。崔一再也觉得这男人挺可怜的，但这正合他的计划。他还想帮这个警察改变命运。就在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了，不是曾经袭击过他的小弟吗？为了得到1亿韩元，已经公然在街上杀人了。崔一顺道清算了之前的恩怨，干净利落的解决问题。勇猛的行为让崔一迅速成为网络红人，连警察同事们都感叹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经历了上次的事件后，大少爷又开始觊觎秘书，但崔一已经潜入了杀人魔的家，表面是来调查访问，实际上把所有录像都复制带走了。毕竟大少爷与警察局常关系匪浅，很难将他定罪。崔一突破性的破获了大案，让所有同事都惊讶的下巴都掉了。大家都认为崔一得了神助，高兴的不得了。面对大少爷的杀机，崔一故意提醒秘书要小心，顺便让大少爷也难受一下。感觉受到侮辱的大少爷狠狠地甩开秘书，愤然离开。在得知杀人魔的尸体已处理干净的同时，黑帮背后也打算解决崔一这个麻烦。崔一的上级因为升职发财，差点亲上崔一有个小警察得知崔一复制了资料，崔一就告诉他，这样做是为了抓住杀人大少爷。崔一后来在警局见到了妈妈，这才知道自己留下的钱已经被妈妈交给了警察。这件事引起了广泛讨论，他抓住机会叫了声妈，同时表达了孝心。原来这双鞋是崔一第一次买给母亲的，所以
母亲一直穿到现在也舍不得换。至于妈妈为什么不留那笔钱，是因为她觉得那钱就像是上天的惩罚，因为她认为那笔钱买不回儿子的命，所以崔姨再只好叮嘱妈妈要记得按时吃饭。转眼间，崔姨在又被人偷袭了。同时，会长的父亲竟然开始调查自己。大少爷说，如果需要，他可以为了大义灭亲，就像杀了自己的二弟一样。因为无法抑制的嗜血，直接开车随机堵人，下车后就随便杀人泄愤，罪无可赦。来到了神圣的教堂，自命为审判者和救赎者。就在那时，大少爷得知了杀人魔的死讯，被崔姨再抓住了把柄。崔姨在其实没死，还脱离了危险。崔姨在的族长也感叹，这家伙一下子做了10几年没做的事。不久之后，大少爷通过警察厅长约见崔姨在商谈，但崔姨再不会答应任何条件，因为他要为心爱的人伸张正义，所以告诉对方最好使出全部手段，因为这是我们的最终决战。大少爷一边联系警察，想要对付崔姨在，同时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承认自己是被杀人魔绑架的，只是无奈之下的反杀。至于崔姨在提供的视频也被剪辑过，完全看不出端倪，开始动用金钱和关系，让各方势力为自己辩护。很快大少爷就摆脱了危机，崔姨在，他们面临被开除的风险。崔姨在很快也被抓了起来，但大少爷并没有急于要他的命，而是等他出门回来。等到大少爷清醒，飞机上正播报他杀了多少人，导致多少人含冤而死，所以他必须接受惩罚。大少爷一进驾驶舱发现没人，然后听说飞机30秒后将爆炸，他可以抓住机会带着降落伞逃生。随着飞机爆炸，大少爷带着降落伞惊险的逃生，最后紧急降落在公路旁。下一秒崔姨在开车把他撞倒了，原来这都是崔姨在计划的一部分，利用之前杀手的记忆，找出关键数据的位置，早已取走那份重要文件，利用朴大宇的记忆，把钢笔里的毒品换成安眠药。那些来抓他的警察早被他发现，在飞机上安装了炸弹，通过一名极限运动员从即将爆炸的飞机中逃生，利用掌握的黑幕信息，把大少爷和那些贪污的高官一网打尽。这是多方力量的集结，终于让大少爷受到法律制裁。崔姨在本想让大少爷死去，因此召唤了死神，但最终阻止他的不是死神，而是智秀的钢笔。为了确保一个好的结局，崔姨在最终没有动手。至于那个想反杀崔姨在的大少爷，被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卷走了，然后不幸被一辆经过的货车撞毁。那个之前设局陷害崔姨在帮大少爷顶罪的律师，崔姨在当着他的面毁掉了他的生命线。正如律师所说，既然这么讲究法律，大少爷由于他的罪行已无法逃脱惩罚。至于那阵阴风，可能是死神的作用，也可能是大少爷命中注定。现在成了半植物人的大少爷，再也不能祸害人间，无法动弹的他只能承受长时间的煎熬。崔姨在终于为智秀报了仇，尽管仍旧难以抑制悲伤。在那之后，崔姨在仍以警察的身份生活，就像他从一开始就是警察一样。在一次危险的行动中，崔姨在以为自己命将尽，但幸运的被年轻警察救了。做警察确实是个危险的工作，家人总是担心不已，担心自己爸爸的女儿跟崔姨在约定，说要保护她的爸爸。很快在另一次危险的行动中，这一情况再次发生。为了保护年轻人，为了履行之前的承诺，崔姨在最终牺牲了自己，与罪犯一同赴死。维哥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，觉得自己救了人。死神问崔姨在那里是谁呢？死神说完后哈哈大笑，为崔姨再启动了第10轮游戏。这回崔姨再变成了一个乞丐，浑身散发着难闻的味道。他坐在街边，无意中看到了以前的警察同事的报道。大少爷躺在病床上，嚣张的微笑，笑不出来，只能微笑。作为乞丐的崔姨再来到这里，似乎一切都没有意义，因为他还没死。无论受到多少尊敬，即便总理亲自来慰问，这些都与他无关了。所以当他走近一个小女孩，吓了她一大跳。本来想安慰她，结果却激怒了她。当他像死神一样质问她身份时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是无名小卒。没错，他只是在受罚和轮回中的一个人，一不小心连乞丐的命都丢了。失去自我后，变成谁都没有意义。那尼恩死了，崔姨在决定了不再玩这些不属于自己的游戏，决心结束任何人的游戏，立刻开始了第11局。但他没意识到，每次变成别人都是难得的机会，不把握机会的人将永远在痛苦中轮回。崔姨在羡慕的就是那种普通人，有稳定的工作和和谐的家庭，但到了一定年龄，被公司和家庭无情的开除和抛弃。他和崔姨在一样，失去了工作和爱情之后，感觉像心都被掏空了。所以崔姨在决定像那个男人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显然他忘了自己的使命是要生存，
不是让自己和那个男人一起自杀，而是要坚强的活下去。结果又重演了一次悲剧，这改变了3个男人的命运，算是闭环了。大少爷感受到了崇拜的目光，他们不是在看他，而是在看他背后的死神。那个男人后悔极了，求死神救救他。结果和之前一样，崔姨再又把一切带回到了悲剧的起点。崔姨在较真的再次挑衅死亡，说死亡不过是终结痛苦的笨方法，既然注定要下地狱，那就快点结束这一切吧。这么说着，开始了第12局游戏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这次崔姨再进入了她母亲的身体，原本想快点结束生命的想法，看到母亲的脸后就消散了，因为最希望她活下去的人是母亲。崔姨在一直以为自己很了解母亲，其实并不是那样。妈妈曾是个有很多梦想的少女，后来成了女人，成了妻子，成了母亲。她本以为能幸福地过完这一生，谁知生活总在一瞬间被改变。崔姨在当时并不知道，没让妈妈崩溃的其实是她自己。母亲的坚强，虽然生活艰难，但妈妈从未放弃过。与妈妈相比，崔姨在深感内疚，因为她竟然被痛苦击败，忘记了拥有妈妈是多大的幸福，自己选择自杀，让妈妈心碎到极点。所以崔姨在的自杀留给了所爱的人无尽的痛苦，让妈妈深陷自责之中，觉得是自己的无能导致儿子的死。妈妈一生的苦难远比崔姨再多得多。面对妈妈，崔姨在真的能说自己已尽全力了吗？最后她决定以妈妈的身份继续生活。为了完成妈妈未了的登山梦，她来到了这里。虽然过程艰难，但当站在山顶，她突然明白世界是如此广阔与美丽。当崔姨再不小心遇到山体滑坡，为了不让妈妈的生命结束，她拼命地挣扎求生。这种求生欲比她之前为自己活着时更为强烈，最终被好心人救下，她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她多么想为自己的鲁莽向妈妈道歉，但无论她怎样挣扎，想说的话再也说不出口，因为死亡就是这样决绝。这样，崔姨在以妈妈的身份又多活了32年。在这些额外的岁月里，她一直怀念着那些已失去的人。曾经听说活在恐惧中不算真正的生活，但自己最后却过了一生在恐惧中。回想起自己，曾经害怕这个世界不理解自己，害怕落后，害怕被拒绝，导致生命还未开花就已经枯萎。但死后她才明白，生活本就充满机遇，风险与机会本是一体，不试试怎知结果？你永远不会知道是否能从单车变成摩托。崔姨在以为那是全部的痛苦，实际上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。就像晴天后的雨天，风起的日子，这些日子最终构成了人生。即便失败也无妨，生活总有失败，但我们还得继续前行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不相同。崔姨在最后一世活到了最后。崔姨在归来后向死神诚恳道歉，她请求死神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再次作为崔姨在，再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死神对此表示，你已经活到了最后，你在这场赌局中胜出了。因此在其他神明的同意下，死神同意给崔姨在最后一次机会。崔姨在最终回到了一切悲剧开始的地方。这次她选择努力活下去，不留下任何遗憾。